可把我气坏了，说我的结婚叫我当这个家。俺婆婆上来给我100块破银元，100块银元可不得了啊！你这一下子卖掉的话，这现在还值不少钱了。来，我看都是啥呗？他这分明都是看不起我，当我是3岁小孩儿。你说我要这些银元干啥？我要的是钱。其实这个银元啊，它就相当于是钱。你这100块银元，这真假完全没啥问题啊。你不想留的话，你这可以直接变成钱啊。关键是值不了几个钱儿。我闺蜜说了，银元含银量低，一个才值200块钱。哎呀，你这闺蜜啥都不懂。银元虽然说是9银1铜，但他们又不按银子去卖。我看你这里边啊，这啥的银元都有，这整体品相还并不差啊。你可千万别轻信那闺蜜的这个报价啊，她这是啥都不懂啊。关键是我相信了，昨天跟俺婆婆大吵了一架，说她看不起我。吵完架之后，我就带着这些银元离家出走了。哎呀，你这事办得太鲁莽了，估计恁婆婆应该也是很无语。明明给你100块银元讨好你，结果嘞，你却给她办难看。这也不能怪我，是她私言在先的，说好了让我当家，没诚意，却给我100块破银元。你这些银元虽然说这个壁面你看都带褒奖，哎，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价值。过去家里边啊，能一下子有100块银元的，绝对是大户。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啊，足以说明他对你比较认可。作为晚辈啊，你不能因为不懂而闹情绪，这么鲁莽啊，只会产生更大的误会。你就别替我婆婆说好话了。我婆婆这个人你不了解，她平时对自己都不舍得，还是不想叫我当这个家。哎，对自己不舍得，说明恁婆婆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，这并不算啥缺点啊。你都不知道，他们的退休卡都不给我，知道我平时爱花钱，总是唠叨我。哎呀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你想当家的话，其实操的心会更多，里边也没啥油水。反正你这次误会恁婆婆了，赶紧把银元给她拿回去，给恁婆婆道个歉。你这话怎么说？那你先帮我看看吧，看看这能值多少钱？100块银元，说实话肯定是能值大价钱的。哎，鉴于你这个银元比较多，哎，我给你随便挑几个币种，简单的说一下。哎，先说里边最贵的这龙样，我看这里边啊，至少有10几块龙样。就拿这个赵忠为例，哎，我们普通人家最贵的这个银元了，当初这个赵币中场，正儿八经的龙阳3000个之首。赵忠啊，其实就是看他这个鼻子嘞，你这个鼻子高挺，龙鳞也没什么问题，而且字口也非常清晰。其他龙样咱就不过多了这个讲价格了，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银元，就这10几块龙样，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龙样，说实话，没有一个大几万块钱，你现在还买不来。啥呀？就这10来块银元能值那么多？对。照你这100块来看的话，那不得几十万了？哎，几十万可能大了谈不上。但是这100块银元里边，这种龙样只占了一小部分而已。我看这里边，你看还有其他的这个3年、10年，因为冤大头它的年份也比较多。哎，我这一一不给你细看了，因为大头里边也有很多版，有些值钱的版啊也是非常贵的，里边应该也有8年。就单说你这个普通的这个3年嘛，哎，因为这个3年你看壁面无伤无戳，随便现在这一块也能卖个1100。你的意思是常见的一个都1000多了？对。那这样的话，这10几万块钱有了？那有。那太好了，你今天都给我变现嘛，正好我去买点东西去。哦，你这想法不太现实啊！本身因为这个银元，你和恁婆婆生气了，这还没有妥善解决了，你这轻易卖了去消费，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些东西我也要不了，我也不建议你卖，建议你呢回去给恁婆婆道个歉，哎，再做打算。那你不要算了，你不要我再找其他人看看。那好吧，那你再转转吧。看看这俩铁块能不能卖300块钱一个。这放家里面也没有啥用，我现在着急用600块钱。家里边的东西，这铁块这不能随便乱卖啊！这可不是铁块，看造型的话，这也不是铁线。你看中间窄，2头宽，这上面写的还有字儿。哎呀，下边全是蜂窝。这哪是铁块？这可不是铁块，你这咋认为它是铁块的呢？这很明显是铁啊！你看这上面都已经生锈了，这只有铁生锈才这样嘞。以前我急用钱，这有时候我都直接卖了。啊，哎呀，我看你年龄还不小了。这铁锈是啥样的？你这个是啥样的？区别很大呀。铁它生锈了之后，对吧？它是有铁锈，而你这种，这明显不是锈，
这种是褒奖，而且这是全身大老黑褒奖。哎呀，你这东西搁家里拿来缺600块钱的话，你可以找家里人要啊。我平时有生活费，一个月6000块钱都不够我自己花嘞。我有个闺蜜，她今天准备过生日嘞，所以才拿出来这个变现嘞。哎呀，一个月6000的生活费可不低了，一天花200了。你按照咱们这边平均工资才2-3千，对吧？你这女孩子花钱大手大脚了也不好啊。再说你有那么多钱了，你再买这个，让家长知道了也不合适啊。你给那闺蜜买啥来？需要600块钱。知道了也没事儿，俺爸妈都离婚好几年了，大不了不让我回家呗，不回家就不回家，不回家我去广州找俺妈去。你不能太任性，你看那爸给你创造了那么好的条件，一个月给你6000块钱的生活费，对吧？你应该懂得珍惜。再说你这两个，我给你简单的看看，这不是铁块，我给你简单的讲讲它是啥啊？这两个这是过去的银亭，大概年份的话，也就是在汉代那个时候。距今已经好几百年了，你看上面写的有字，这个字嘞，我也不细看了。你看这上面写的也有它的重量，20两，这个是20两的。看看这个比这个重一大半，这个得30两以上。你这两个搁一块儿，按现在重量来算的话，我得有。20两的话也得有快1斤了，这30两的话得1斤多了，这相当于将近2斤了。这不是铁，这是银子，正儿八经的银子，白花花的银子。因为上面你看它黑，这是它的褒奖。说实话，你现在拿个刀子把它划开，你看这个划了银子，你看这里边白花花的。这个东西给你初步估算一下，这2块的话小3万块钱了。你这个老板实在啊！我想卖600，你这一估价，直接变成几万了。那我直接卖了吧，这几万块钱够我花好几个月了。跟你说实话，姑娘，这个东西你真卖给我，我还真不能要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恁爸专门收藏的，他具体买的时候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可能或者是他买的时候更贵一点你这简单的卖了，对吧？你再不经过他的允许，你是不是？我只是给你估价，我要不了。给你便宜点，我看你挺实在的，别3万了，这2万，2万块钱。2万，这和钱没关系，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它是属于恁家里边的，对吧？你现在缺600，对不对？你想卖几万，这个要是恁爸来，我绝对管收，但是你来，我不建议你卖。你不要吧，反正我知道价钱了。你找别人买，找别人也不要卖，因为啥呢？你缺600块钱，非常简单，跟恁爸要600就简单了，就齐了。你这卖了不太合适。我去找别人买啊。好，老板啊，我这大学才毕业。不发财都难啊。不发财都难，这是啥东西？这是？看看嘞。哎呦喂，这是一块银元啊。这银元在哪弄的？这是？这银元是俺姥传给我的，算是传家宝。对，传家宝。实话实说，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银元。这你知道吧？上面这个人。我看见了。看了。这是俺姥姥的姥爷。恁姥姥他姥爷在过去是有钱有人物是吧？对。大地主，那是看着年龄也不大，也都几岁的样子。而且这个银元我之前给网上搜过好多次了。人家都说可值钱。都说可值钱。这个恁姥姥咋不会把这块银元传给你那值钱？是因为他们都是传女不传男。传女不传男。对。你这个我第一次听说，我都说那个老家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传男不传女。你这还跟别人不一样了。俺家有3个舅。然后那天老头子叫我叫过去了，然后把这个给我了。3个舅都没有一个女孩吗？没有。那你确实这个有讲究，叫你叫过去了，然后给你当传家宝。对。这个他给你咋说的？他说这个东西能呼风唤雨，能以后让你不发财都难。不发财都难，你一查也确实值钱啊。哎呀，这块银元实话实说，我真是第一次见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先给你简单的看银元吧。好吧。看吧。首先来看你这块银元正面呢，它是一个人物肖像。但确实不是如你所说那个人，不是恁姥，那个他姥爷。
从他的衣着打看来看啊，穿的是一身袍褂，你看戴了一个帽子，而且呢还有辫子，看到了吧？而且他这个衣服上画的是一条龙，在过去啊，只有皇帝才能这样穿，年龄显龄也不大，可能也就几岁的样子。没错，他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。你看一下，对，背面你看一下，宣统，对吧？宣统年，你看满文写的大清宣统元宝，中间画的是一条蟠龙。这个拼音呢却引人注目。你也上过大学，你可以念一下，一文云，呢安南，云南。哎，这块是云南省造的宣统元宝，但它又不是宣统年间做出来的。据史料记载啊，在民国晚期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币商伙同当时的造币厂自制钢模，也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个人啊凭空想象设计出来的，然后以纪念币的形式啊这样做出来的银元，放到现在就被大家称为一造币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这块银元是属于个人做出来的，一直啊不被市场所认可，你说它能值多少钱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哎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，还问专家了吗？啊，专家咋说？不止100万，还得有50-60万。啊，不止100万也能值个50-60万，但是又没有人愿意出钱买，因为它的材质啊是银的，本身银子你也知道不值钱，25克也就是80块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我自己钢模，如果说我有钢模，我自己也能做，所以说一招币就是这样，总感觉啊它能发财，但是又没有人买单，最后还得自己留着玩。哎，就像你这个东西啊，虽然说有专家告诉你能值个几十万，对吧？但是他不会掏钱买，他会以拍卖的形式啊，或者是让你鉴定的形式啊，让你去拍卖，让你去鉴定。他都让我去北京，但是我哪有时间去？然后听说你不是鉴定的可好吗？让你对呀、他让你去北京，你幸亏没去。你去了之后，你得花好些钱。他告诉你能值几十万，你不得花钱出鉴定费，然后坐车、坐飞机，对不对？中间都有开销啊，开酒店，对不对？后续这个拍卖费、挂号费、嘎七嘎八的其他费用，你这不少花钱。我建议啊，你还是留着吧，还是留着你这个传家宝。对，不要梦想着能发财捡漏这么着。你也上过大学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边应该有底儿，还继续留着玩吧，多问问，多看看，多比较比较，好不好？都你听你说2句话，说它不值钱，它不值钱了吗？我还上过大学的呀。啊，那你呢？你上过大学，那你多了解了解吧，好吧？知道。哎，你看这个俺老头前个去收破烂，收了个白金，你看看管顶几百万。几百万啊！大姨，你这狮子大张口啊！几百万的东西，你这收破烂能收回来吗？那说不定他也不知道啊。他也不知道，也不可能收破烂卖给你啊。看颜色还真不像白金，白金一般都发乌，颜色没这么亮，比重要比这个沉。看器型，这也不像过去的古董。这能说说多少钱收回来了吗？这在一本书里头。夹着哦，俺去买破烂，人家卖书的，给书里头夹着，这是书的价钱买回来的。哦，俺的邻居一个，看见了，他给500块钱，他想买走，我没有卖的。你没卖就对了，所以说你这是当旧书收回来了，旧书的价格也就几毛钱一斤，我这拖着这个东西一斤值多不少，相当于是不到1块钱的成本买回来了，你这是捡了个大漏。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啊，没有卖是对的。既然恁邻居想出500块钱买走，这说明这个东西啊要远远高于500块钱。那你说的对啊，这我给俺儿一说，搁手机上弄一拍，俺儿一拍，给那网上的那个专家，给他一发去，网上的专家他说给300万，东西拿去都说钱。同样的一个东西，邻居给500，这价格不用想，肯定是少了。没想到网上专家竟然给300万，这报价太令人不可思议了。网上有些所谓的专家啊，他们一般都是有他们的套路，无论是啥东西吧，他们都会给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，意思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发财了。等你信以为真去找他们的时候，借机啊让你交各种服务费，交的费用也不高，一般都是几千，有的甚至是上万，比着你快到手的300万而言啊，在300万面前，那相当于是那个毛毛雨，所以这种套路不懂的呀，一定要擦亮眼睛了。那你说的都对了，这我跟俺儿，他说了去广州回来，回来他说要去，我恐怕他上当，我说的我劝他，我不叫他回来，我说的，
搁咱这个地儿少卖点儿，那真能的管顶几百万吗？我都卖着你，我少卖点儿，我也比上外地去强啊。大爷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这一听你说这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人。说实话，我们也就是一个普通收破烂的。如果真能一下子1块钱收几百万的东西啊，第一，你肯定把东西还得还给人家。可以放心的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绝对不是几百万的东西。像你说的啊，它既然是白金，最贵的白金8斤1颗才220，铂金才200，你数量你算一下，你也就1斤呗，500克也都11万左右。小伙子，这还是你时代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真能管顶11万吗？如果是白金啊，差不多市场价也就是这个数，我这大概给你估了一下而已。但是你这东西不是白金，颜色比重都和白金对不上号，我看啊，倒像是银子。你可以清楚的听一下它的声音，这是正儿八经银子的声音，颜色、比重、声音都能对号入座。看器型的话，也不是什么古董，应该是个人熔炼的银条。因为这个银子啊，它的价格比较便宜，看纯度的话，差不多6块钱1颗，1斤的市场价也就是3000块钱，这就是它目前的一个价值。你这3000块钱给这网络专家，这都错的太远了。那是网管报几百万，你这3000块钱，这太低了。哎呀，你这不相信，这我也没办法了。你先让那儿啊，从广州先不要让他动身，你先去找这个专业人士，搞清楚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，相应能值多少钱，自己心里边就清楚了，总比不清不楚带着东西都想卖300万强。来回的路费，包括那儿的误工费，这都是有代价的呀，你感觉嘞？是的，那你说的对，那我得再找人去看看。对，你喜欢这个手镯是吧？哦，是的，老板，这手镯多少钱？我看看。这手镯也都200来块钱。200来块钱。中啊，这不是主银的吗？是的，主银的。主银的呗。你看我这钱。200多块钱啊。你这拿来啥钱？钱啊。我知道啊，这才几块钱啊。啥几块钱？这钱好，这钱老钱。这100，这200。对呀。然后正好200多是吧？对呀，这不正好200多块钱吗？这不是买这镯子绰绰有余啊？别动，我看这是200多，你这拿的是1块的，这不是100啊？这不是100的，这是1块的，我知道这是1块的。这2毛嘞。100的话。是1毛嘞，谁给你说的1块当100的话？我自己想着这都可以当100的话，这两个你看100、200加这200多，这不正好往这？正好换一对这手镯。对呀。你想来怪好嘞。不中，拿回家拿着，俺这钱不要。咋不要这钱？你看你这镯子都给我拿过来了。不是你这个东西这搁哪弄的？这。这我攒的。我知道你攒了，俺这不要，俺不要这钱，这手镯给我拿过来。啥？这钱可比那钱好了，这都是好钱，你好钱啊。我知道是好钱，你手镯拿了，我跟你说咋戴？啥？这方形手镯知道不知道？我会戴。我知道你会戴，这手镯这你钱拿着吧，这是俺不卖，这别开玩笑了吗？这拿个这钱过来你买手镯，你哪有这样的呀？这钱哪来？这钱都是钱啊！我跟你说，2块1、2块3、2块4、2块5、2块6、2块7、2块8、2块9，你这3块钱都不到，你想买手镯，别开玩笑了吗？这个100，这200，你看不？这200多，这230嘞。你这想法，你近视还是我近视？这你也说了可以当100花。那谁说给你说的？你找谁去吧？你别的那不要。你再转转，买不中，你再转转吧。别骗我。我不骗你，你再转转吧啊。这你骗我了吗？啥东西拿出来看看？弟，尖嘞。尖嘞。这，尖嘞。接着换吗？咱俩一个人捡一个，还是咱俩分嘞？分。一个人分一个。一块看见捡嘞。对。那想到这是啥嘞？金的呀。黄金的。这恁这叫我看看，都是准备叫他变现了。是的。我看你呢，还真是一对的。恁俩感情还怪好了，一个人一对。搁哪捡嘞？就给树旁边。都该。那走着看见一个黄的，捡着了。这一对儿，这可不是黄金的呀。是黄金的吧？你看颜色有点发浅，黄金的要比这黄。重量还很轻，别确认啊！确认倒是不确认，是不是？你带了个黄金没？没有。
啊，没有，你看我还不会骗咱俩，这不是黄金的，要是黄金的都跟他说是黄金的了，对吧？是黄金的吧？这不是黄金的，这要是黄金的话，颜色要比这黄，知道吧？比这要黄很多。这一看都是那种啥，就那种黄铜，你看铜嘞，假嘞，不是黄金的。你瞅瞅，哎，你看看，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嘞？要是黄金的话，那俩一个人一个，还挺不错的。光分个500-600块，但是不是黄金的都不中了，5毛钱都不值，那只能自己带着玩了。好吧，好吧。你的这个也不是黄金的，咋说嘞？反正带着玩吧，那当个小玩意儿玩吧，当黄金是不行了。那假嘞，当装小玩意儿玩吧。19万买了一辆2手宝马车，没想到车上居然给我留下了20多块带龙的银元。你看这一块值不值500？带龙的银元500一块买不到吧？这个买车还送银元，还有这等好事！来，我看看啥的银元。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车头下面发现的。反正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今天找你看看。你这全是评级如何的银元，而且这全是北洋龙，这搁着盒子看，这银元状态真假没问题啊。前两天我朋友那有2个，这个打电话又给我要，所以我来鉴定一下。鉴定真假的话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宝奖，即便不入盒，真假也不用质疑。这银元状态都非常漂亮，不只是长尾龙，我看里边还有短尾，这都是清一色尾下水的状态币啊！拿这个送朋友啊，你还真不如啊物归原主。我为什么要物归原主？这些东西都是他不要的，应该也不值啥钱，不然也不会落在车座下。如果真值钱的话，我朋友该告诉我了。你这正好两样都说错了，这么漂亮的北洋龙啊，不存在遗忘。第二，那朋友也没告诉你它本身的真实价值。我也不懂银元，想要拿2块回家玩，我一下子要这么多也没啥用。我知道你不懂银元啊，确实要它也没啥用。有一个问题你得想清楚，你10几万买了一辆2手车，这车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啊，原则上都是属于全车主，你不应该擅自做主，把别人的银元随便送人。最主要的这个东西不值啥钱，如果真值钱的话，他该拿走了。你说这银子也不贵，应该是我买他的车，他故意送给我的。你这人就是爱抬杠了。第一啊，银元不是银子价那么便宜。第二，买车不可能送给你这么多银元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在我手里面都是我的了。他打电话我也不会给他。你这话说的都不够一句了。你买一辆2手宝马车才10几万，你知道这一盒皮盒的北洋龙能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对了，说出来估计得吓你一跳。至少恁朋友那俩你还得要过来。不值钱的东西我再去给他要过来，还不够丢人呢。你得看看值多少钱吧。行，我给你来随便估一下这些入盒的啊。先说一下这些入皮盒的，单说这20个北洋龙的评级费，这一个是310块钱，20个算下来不连快递费，正好是6200。乖，这外面这盒子是镶金边的吗？镶金边倒是不至于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。基本上玩皮盒银元的，大多数都不在乎这傻瓜2招的评级费。PCGS 的盒子评级币啊，主要是玩一个状态，别的不说，就你这10几块银元的状态，这都是原味未下水的。这种好状态原味的品相比较难遇。而你的呀，甚至里边你看这还有带分的，毫不夸张来说，这些40分状态的。笔面你看，这都是全身打，这放以前啊都是1万多的东西。你这几块状态都挺好，原味带分的，现在的市场价在1万左右。一块能给1万？对，你这不是逗我的吧？没有逗你玩，1万左右啊是这些带分的北洋，还有另外一些92、97的这没分的状态也都是原味。按现在市场价估的话，一个大概在5000左右吧。乖，你这样说的话，这20块，也得值10几万了。那对。
这不太现实呀。所以这个价钱估完之后啊，你这感觉不太现实就对了，因为你对银元不懂。这20块银元算是别人往进拿了，怎么可能存在买一赠一呢？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他们的价值了，你也别装迷，抓紧时间把那2块给那朋友要过来，赶紧啊联系这个原车主，这个物归原主才是必须的。我说这2天他怎么给我打电话？原来这银元这么值钱。对，好，谢谢老板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还拿回去吧。啊，我昨天定亲了，我婆婆给我一个传家宝金银，说是抵我的18万8的彩礼。你帮我看看黄金纯度怎么样？传家宝金银，这我看着像一个貔貅的摆件，拖着重量确实沉甸甸的，但是这外观看上去颜色有点发暗。这东西她婆婆说是黄金的吗？是的，我婆婆说拿金钱太俗了，比现金值钱东西太多了。说着说着就把她家这个传家宝金银给拿出来了。她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拿钱确实没有给黄金大气，但是这个金银颜色发暗，如果是黄金的话，这肯定是金灿灿的呀。我当时看着也特别别扭，说这个金银是不是含金量不纯？那是。我婆婆说你不要光看外观。因为这个金银啊，在咱家放的时间长了，好像是从宋朝开始收藏到现在，大几百年的东西了。以前的含金量确实低一点，但好歹也是一件古董，只要是黄金就值钱。那如果是黄金肯定值钱，是宋朝的黄金更值钱，何况这是一个完整的物件。过去我们的炼金术啊很厉害，从金矿中提炼黄金，虽然说达不到现在的那个4个9的纯度。当时黄金提炼差不多在95%以上，只有少量的杂质在里面，颜色上肯定没有现在的高纯度的黄金那么亮，但是也不至于啊是这个颜色。我当时看这个颜色也纳闷，心里想啊，定亲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妈不可能拿家里来骗我。那是的。又加上我在家里用打火机烧了一下，发现好像也不退吃。在家里边用打火机烧了。其实打火机的温度啊并不高，你可以演示一下是咋烧的吗？可以呀。咋烧的？我在家里就这样，用打火机，一直烧。对，一直烧。烧的时间也特别长，但烧了之后，卫生纸一擦，它也不退湿。所以今天我来找你就看它的纯度。其实你这样的在家里边用打火机烧啊，根本就烧不出来一个什么结果。如果啊这个东西是古董的话，你这样烧来烧去，就相当于是在搞破坏。你想想，什么样的古董经得起你这样毁的？假如它值100万，你这样一烧啊，就有瑕疵了，立马损失几十万块钱。我也没有和钱过不去啊。你不是好奇吗？我在家这样烧了吗？你不这样说的话，我也不会给你颜色。我只是给你开个玩笑而已。像你说的这个金银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毕竟是你18万8的彩礼。如果这个是假的呀，你肯定要和你男朋友闹翻。所以帮你鉴定之前啊，我要跟你说明白，对这个结果啊，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。我们俩的感情没啥问题，18万8的彩礼就是一个形式。无论真假，无论含金量多少，我都无所谓。那你既然这样说，那我就跟你直说，像你拿过来的这个金银啊，它的含金量是有问题的。像这么大个的金疙瘩，它没有1斤，说实话，它得有8、9两。首先咱上称来称一下它的重量，只有2两多。因为过去的黄金摆件的话，空心做工难度很大，通常全部为实心，还有外边的颜色，这哪像黄金的本色，镀金都谈不上。所以像你说的这个宋代更不是了，工艺粗糙，没有老气可言，经鉴定啊为现代的艺术品，重量达不到，颜色不对。我看着也像艺术品，讲错就错吧，反正亲朋好友也不懂，我不说破，也没有人看我笑话。你说的很对，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，可能那婆婆对这个也不懂，或者是拿错了东西，这其中应该是有她的原因。只要你自己觉得无所谓就行。我看你啊也是挺通情达理的，可能试探我了吧，无所谓好吧，看看来就行了。前几天的时候，一位来自外地的女子来店里，说自己几年前买了一个貔貅金戒指，
因为最近听说黄金涨价了，所以要拿来变卖。还说这个戒指自己戴了几年，一直感觉挺好的，还说我长得俊俏，一个劲的夸赞我，说话的意思让我多给他出一些价钱。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嘴甜的人，属于那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我接过他递来的这个黄金戒指，很明显的这是一个 3D 印金的戒指，在金店购买的话应该属于那种一口价，上面带一个小貔貅，里面就是空心的设计，戴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磨损坏，看来他还是比较爱惜的一个人。我拿起戒指给他报今天的回收价，结果使劲一摇晃，竟然听到里面传来阵阵声响。我很怀疑的往他的貔貅里面瞅，我随手在柜台旁边找到了一个镊子，这个镊子头特别细，放在了我的手边。女子说现在放到秤上给她称一称重量，可以抓紧时间给她算钱了，因为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办，就开始催促我成交。我说先不要着急，我发现你的这个貔貅戒指挺有个性的。我边说话边用镊子从貔貅里面开始找东西，顺着2个孔，我竟然用镊子拉出来一根像铁丝一样的东西，越拉越长，真的就像铁丝一样在里面卷着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它给拔出来了。女子看我拿个镊子，就像表演魔术一样，从里面把这个铁丝拔出来之后，很惊讶地看着我，问我在做什么，这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。我说这个貔貅它是空心的，我刚才在里面发现有声响，所以用镊子就拔出来一个这。我把这个铁丝放到女子的手里，女子看着这个东西，嘴里也说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当时买黄金的时候可能就有。显然我对她的解释肯定是有质疑的，像铁丝这样的东西是人为放进去的，具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就不知道。我把我的质疑一五一十的向女子说了出来，女子显得有点不耐烦，说这个戒指什么时候给我算账。女子就不承认刚刚看到的铁丝是从里面拔出来的，她说这个铁丝是不是刚才趁她没注意我放进去的，然后又接着说为什么我把这个铁丝给拔出来。听着女子说话有点语无伦次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。我又一次的说这个东西不像是刚买的时候塞进去的，看着像后期塞进去的。女子一听这话开始不愿意了，我这句话彻底惹怒了她。其实她未卖，我们也未买，给彼此都没有造成任何困扰，所以我开始解释回避这个问题，开始往其他地方说。我说有可能是工厂塞进去的。女子对这样的答案表示认可，拿着那根铁丝说要保留证据，要去找工厂讨要说法。当然最后女子她的戒指也没有卖成，我们就简单的给她质检到此，这个事情也没有再继续的深谈下去。其实在我们回收黄金的过程中，经常遇到空心的首饰，我们通常都会把它们剪开，因为有时候确实有人往里面塞很多的其他材质，以此来冒充黄金来卖。大家可以算一笔账，什么铜块铁块当黄金来卖，那回收黄金的人岂不是要赔很多？大家觉得呢？听说现在银元涨价了啊！你看我这块银元能不能卖2000块钱？我现在非常急着用钱。再急用钱，这银元也不能乱卖啊！你这不是一般的水小头，这好歹也是一块上5星啊！哎，我对银元不是太懂，这个是我10年前在首饰店买的，当时也就花了100块钱嘛。10年前100块钱买上5星？对呀，这价钱确实是便宜。如果单看孙像这一面，和常见的这个小头区别不大，但是反过来看，这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这个上5星的版存世量就少了。现在算是军阀币吧。既然不懂，那你这是咋买的呀？以前不是流行加工银手镯吗？对，那天我在首饰店都是加工的，然后和一个60多岁的阿姨啊聊得非常投缘。她用这个准备给孙子加工银手镯嘞。用上5星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，那确实是挺可惜的。拿银元给孩子加工银手镯啊，只能说明啊，他啥都不懂。对呀，他就是不懂。首饰店老板啊要求给他换换。当时我看那银元看着挺好看的。直接给他100块钱买下来了。你这种行为算是横刀夺爱，人家首饰店老板想给他换换，你这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做的有点不地道了。说实话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确实挺可惜的，但是一般人的观念又比较传统，你想给他换或者买，他一般都会认为他这个银子纯啊。对呀，他当时拿了2个，另一个毁坏了。加工出来的银手镯啊，一点都不好看。最后啊，我们俩聊得比较开心，所以啊，100块钱卖给我一个。那确实用银元加工出来的银手镯，弊端挺多的。因为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手镯材质戴上去显得比较生硬。
加上做工没有机器抛光抛出来的好看，哎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你那和成品首饰一做对比，两者区别确实挺大。100一个卖给你，你确实也捡个漏吧。反正原来来的就是这样，我也是急着用钱。你看大概能给我多少钱一个吧？你看我们常见的这个深小头啊，因为它是我们国内最便宜的银元，普通的才600左右。它和你这个板最大的区别就是上面这2颗五角星，哎，然后你这个是上五星。上五星啊，其实是最早发行的孙象小头，比常见的袁大头都早。当时孙中山才成立了临时政府，这个上五星啊，准备全国流通的。但是在北方，袁世凯啊，他窃取了这个革命成果，所以这个上五星的板就在当时给停止流通了。现在我们常见的这个上五星，存世量极少，收藏也是物以稀为贵。你随便现在拿出来一块无上无戳的，都得好几万。好几万一块吗？对，一听你这个价格，我就感慨啊，当时啊，确定是买少了。要多买几个的话，我现在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？那你要是买真币的话，确实是好几百万富翁了。但是你买真银假币的话，那我只能告诉你不会赔钱。啥意思啊？什么是真银假币？我这个到底看着能值多少钱？你这个银元我看着确实是真银假币。真银假币的话，就是它这个材质啊是银的，但不是过去的老银元。可以通过整体壁面的压力来看，这种压力不行，包括它的这个包厢，还有它这个边尺，哎，这都不行。哎，你就是在手里边再放10年，你也没法和真币相提并论。大概市场价按银价算，也就是100-200块钱呗。不可能嘛！10年前咋会有真银假币嘞？你别危言耸听。没有危言耸听，别说10年前了，你就是放20年、30年前，说实话，早就有真银假币了。你想想，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你这给我拿过来一块稀少的板，况且你的要价也不高，我肯定是有钱赚的，没必要放着现成的生意不做。所以你这个上五星，我还真要不了你了，100-200块钱，反正也不赔钱。哎，你这还是拿回家玩吧。还是算了吧，100-200块钱也用不了几，也当你用不了几。对，哎，我还是赚着嘛。好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？啥东西？你看看呗。放多少年来了？俺有那边我跟5-6万，我就提前拿5万，我是一直认为是银子狗。银子狗？那银子狗跟现在银子狗不太相似，我认为是银子狗。这不是银子狗，银子狗你要是银子狗，你得吹响了，这吹不响。这是烟底，你知道啥是烟底不知道？反正听我这个名字，我没见过。没见过，这都是烟底，就是以前，你看古代人磨烟、滴水、写毛笔字。原来有个盖儿呢，我也不小心摔到地下了，我反正我扔满了。这个东西确实是好多年了。你小时候都有？你看也给我也5-6万，来个万。我给也分个家里边，来个万一给我拿看，我今年我赚着2万，我给俺几个小孩给多少？今年玩这个。确实有100年了。100年，就有100年了。俺爷呢，给他5万多。这些东西现在都没啥用了。俺爷都100多岁了。那是的，这都没啥用了。不是你狗。你问你是啥嘞？现在我也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，反正这个东西也不咋地啊，就是虽然说是过去的东西，但是不咋着。跟我手里没啥用，你跟你手里有啥用，你拿一呗。啊，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咋说呢？我看你还会抽烟，一包烟而已。我抽烟要烟底，烟底这个足贵了。你这也不咋足贵，一包烟。一包烟。一包烟就，我看一包烟，哎，到这没啥，我跟我说的没啥用，你别拿一盒了，一条烟算了。一条有点多了，当然跟你手里不算啊。好，就这吧。知道你我知道我玩的方法给你了。好。你拿一包烟先。中，少一点，拿一条就行了。我知道
送给你吧。走吧。哎，老板，你看这弄的啥事儿？你看看。咋了？我这出去打工，年年挣的钱，我都给俺姐夫哥了，叫他给我放着嘞。这拐过来，我现在10来年了，我现在准备结婚嘞。然后这给他要钱的，他没有钱，他说这钱全部买上银元了。你给我一堆银元，这咋弄啊？这咦，那叫姐夫哥，这不是啥好人，做人太不地道了。哎，别急啊，那姐夫哥不赖啊，这银元都不错，状态都挺好。还不赖嘞！我要这管他啥？我要结婚，我要钱。别急，要钱。你不急咋弄啊？这要钱没有，要这就是钱。银元是钱捞嘞，银元随时都可以变现。再说你那姐夫哥给你买的银元不错，种类都挺好。你看大清、北洋。这些都是各个省龙，这些都是比较畅销的银元，随时都可以变现。你给那哥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一个月给他200啊。一个月给他200。你不能算了吗？看10年给他多少钱？10年可能也就2万多块钱。差不多吧。你这打工挣钱恁少吗？平常你像俺这年轻人也得花呀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一个月存200块钱，存的都不少了。人家有的钱没存着嘞，还得借嘞。那是现在年轻人在外打工，说实话存钱特别难，基本上很多都是月光。我这月给他200，月给他200，给到最后钱没见着嘞，给我弄一堆这，你说这咋弄着？这咋弄？这银元可以随时变现，刚才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帮你看银元吧，好吧？中，你给我看看这管值多少钱？行。小伙子，你是太心急啊，怪不得你这一个月只挣200块钱啊！那哥给你买的这银元别说了，品类都非常好，我都给你总结了3类，一类是中央造的北洋大清，一类是各地的省龙，另外一类就是大头，都带版，而且你这些银元都不错。先说这一块，大清我看到了有2块 AU50，就像这大清一块都得1万多，2块的话，估计你给那哥10年给了多少钱？2万是吧？2万多点，2万多点，这2块都够你这10年的工资了。给管只能也吗？对，这2块都够了。其他的你看北洋，咱就看普通的北洋吧，普通的北洋也得4000以上，你算着一大清，还有一个大清，3块大清，4块北洋，4块省龙，都像这。现在少说的话也得2万多。你看这状态都不错。10年吗？你看 AU50 XF45，对吧？这状态都挺好。一般这种省龙也好，北洋也好，说实话，这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种类。对，还有几块酒精，我看了，9年金发，3块金发，1块普通的大头，就像这一块普通的大头，现在也得1400、1500，这3块酒精也得2000以上。这初步估计啊，你这也5万拿不下来。滚吃你吗？对，5万拿不下来。老板，你可别骗我呀！我不骗你，这些东西可以随时变现，明白吧？你给那哥，你要是真值那些钱了，我现在都卖。你现在再卖，我现在都可以给你输钱。那你给我输钱吧，我不信有点。你别不相信，我马上都给你输钱。赖了人品，他还会给我那些钱吗？人家说了好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这姐夫哥跟亲兄弟是一样的。那姐夫哥这10年给你理财理得不错，说实话，他幸亏是没有把那钱给你存银行。如果说存银行吧，你那2万多块钱，现在是不是还是2万多块钱？那是嘞。他幸亏给你买点银元，要不给你买银元呗，你别说你结婚，我感觉你那2万多块钱呗，啥都不够用。那我卖给你。那行，我给你算算吧，好吧，我给你计算一下。